同学们大家好，今天呢来讲一幅作品的一个创作，选择纸的尺寸呢可以选择35厘米乘70厘米这样一幅束缚的。那么今天呢在画作品之前，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个小稿的一个练习，就是说既然是要讲到创作了嘛，那我们就要讲到创作的一些原理性以及它的一些思路可以呢找一根小楷毛笔我们先在这个小的纸上，然后呢先给它找一找定一定大的结构。那比方说我们这个是一张小稿纸那么可以给它先画出一个小小的框来。这个是一个35乘70厘米嘛，它实际上是一个1:2的尺寸，对不对？那我们画这个框也大概呢画出1:2的尺寸就行。那么在这个小框里面呢进行一个构图，进行一个构思。那菊花我们画什么样子呢？画单瓣的、复瓣的都行。那比方说我们画一个复瓣的今天画复瓣的。看这个地方画上一朵花，对不对？这个地方画上一朵花，完了之后呢，再往上面去，这个地方也画上一朵花，这边呢来上一个小花苞，让它花朵这个有聚有散给它呢提前进行一个小的构思、小的布局，包括这些地方要不要也画上一些花呢？这个地方也要画上花是吗？尽量的避免开一条串稍微让它错开一个角度，包括像这些地方感觉一条线没关系，这个到时候咱们画的时候略微的给它错开一点或者是呢，这个是一个小花苞嘛，尽量给它布局上安排的更加好看一些，安排的更加合理一些，变化更加多一点。那包括这个地方看这儿是密集的，上面我们再画花的话呢，这个地方可以画上一些稀疏的花这儿可以画上2朵，有密有疏，这是花朵的一个大的布局就是大家在画的时候呢，在起小稿的时候，也可以呢按照这种思路去画，就是在一张纸上，我们可以随意画，就是呢在找聚散，看这儿画一些，这儿画一些，这儿画的多，这儿画的少，这儿画的密，这儿画的稀疏，有疏有密有聚有散这个就是咱国画当中构图的一些原理嘛。包括你看这个形状是不是也有点像 S 形状对吧？有点像 S 形状。那么就是说，把这些变化给它找一找。这个也是一个小稿，大体上我们有这么个意思就行。具体去实行的时候具体去画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变化性。这个是一个枝儿这个呢也是一个枝儿，这边的话呢也是一个菊花枝干，上面呢可能就长了一些叶子。菊花枝从这儿长出来，这是它们的菊花枝以及菊花叶子，上面呢再长一些叶子，大体上这个构图我们就可以构出来基本上呢也就是这边多，这边少，这边密，这边疏。叶子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这边画的密一点，上面呢画的稀疏一点就行。完了之后菊花嘛，它会有一些小篱笆，然后呢再给它加上一些小篱笆的状态，小篱笆的感觉。一幅这样菊花作品的一幅菊花作品大的一个构图构思我们就画出来了。好，那么画好这个大的构思之后呢，我们再进行细致的分析。比方说我们具体要画单瓣的，还是要画复瓣的，还是要画什么形状的？根据这个构图呢，我们再去进行刻画。比方说，这同样的一个构图，可以画成单瓣的，可以画成复瓣的，可以画成白色的菊花，可以画成黄色的，对吧？叶子可以画成绿色，可以画成墨色。同样一个构图，可以创作出很多作品这个也是我要说的。大家在创作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一个小稿，然后呢，创作出无数幅作品下面是复瓣的，上面是单瓣的，或者上面是复瓣的，下面是单瓣的，各种颜色可以进行穿插，进行融合，很随意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小稿呢进行创作更多作品。那么接下来我就按照这个小稿来演示一下一幅作品如何去完成它。小稿在创作过程中呢，不要生搬硬泡的去做小稿，而是说呢要灵活去应用画着画着可以随时变动。这个是一张35乘70厘米的纸那么我们先画下面局部大家也是一样，先把这张纸拿出来之后，我们对着这小稿去画它就是不用看全我们直接画这一个局部。大家呢可以参考我这节课画完的一个效果去进行一个绘画。
好，我们可以啊给这幅画开始进行绘画了。画的位置呢，大概你看不要画在特别靠下的位置嘛，下方稍微靠上一点。哎，我这个是指的边缘，稍微靠上一点。这个地方呢，大概啊我们要画上2个这个菊花是吗？在上面这儿再画上1个菊花。也可以呢，在纸上是吗？提前这样一个圆圈啊，把它圈出来，看哪个地方画什么，哪个地方画什么。提前呢，给它用手指给它圈一圈也是可以的。好，那么至于画花的话，我们画成什么样子的呢？画成什么朝向的呢？可以画成腹瓣的啊。一般的话呢，尺寸稍微大一点的腹瓣的菊花会显得更加丰富一点啊。全是单瓣的会显得单调。笔尖上我们调浓墨，找这个点墨成金啊，中号或者大号都行。大家控制不住的话呢，用小号也是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开始进行刻画它的这个菊花啊，花朵的朝向让它朝哪儿啊？看我们这个并没有花朵朝向，对不对？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加上朝向啊，比方这朵花让它朝这边，这朵花呢让它低垂一点，就是一边画一边进行思考。大家画画也是一样，不要干巴巴只知道照抄，而是说呢要带着问题去画，对不对？一边画一边思考它。今天呢，教大家一种这种复瓣菊花的画法。菊花的品种非常多，画起来呢，它也是有很多种画法的。那今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种菊花画法，就中间是花心，然后呢，外围我们就一直加这个花瓣就行。看，外围一直加这个花瓣。用笔的时候呢，是外面按下去，中间提起来，让它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提按变化出来，效果呢也会更加生动。那么第2层加在什么位置呢？一般都是加在2个花瓣的中间地方，是吗？再加上第2层。哎，这个菊花花头我是一个让它朝这边的，这边花瓣是越长越大的，哎，这边花瓣呢是越长越小的。在这些中间的地方给它穿插，注意细微的这种凹凸的变化，不要画得太平。那这朵花就是朝这边的呀。那么再来一朵花朝什么方向呢？再来一朵花，我们可以让它稍微的向下低垂一点。这个地方是它的花蕊直接就点上一些小点就行。中间1层，外围再加1层。既然是低垂的感觉嘛，那么这边的话，花瓣会越来越小然后越往后面去的话，这边的花瓣会越来越大。就是不断的去给这个花进行加层次。加的时候也很简单，就是在这些就是在这些中间的地方给它加，是吧？看似花瓣很多，实际上它的规律性特别强，都是在这些每个花瓣的中间部分给它加花瓣。好，那么这是2朵花了，方向还不一样。这边呢，我们还要再加1朵，是吗？这朵我们朝哪个方向呢？可以画上1朵不太一样的。
那么呢，就是说画上一些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是吗？就说稍微和这种花头不太一样的品种，可以画成这种的。没有花蕊可以看到了花蕊被挡住了，类似这种的感觉。花蕊被这中间的给挡住了，也是呢一种没有完全开放的没有完全张开的这个花，这个是完全打开了，花蕊已经全都露出来了。这种是没有完全打开了，既是侧面又是没有完全打开的。那么它的花蕊被藏在里面了是吗？被藏在这些花瓣的里面看不全，看不到这种状态的，就是一幅作品当中不能画的全都一样方向要有变化，然后呢，这种形态也要产生变化，有些是盛开的，有些是这个半开的，有些呢是这个形态上面发生不一样，对吧？这样的话，画面出来效果它会非常丰富的。但是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你像盛开的花，它们的花朵的花头的大小其实差不太多的，你不要说忽大忽小除了品种特别差距大之外，那一般的话，一幅作品当中花朵的大小让它安排的差不太多就行，不要说你这儿画的很大一个，这儿呢画的很小一个，也就显得不好看了。适当的有大小变化就行。这个稍微大一点是吗？这个在前我们就可以让它适当的稍微大一点。怎么大一点就加上一些花瓣，它就更大了是吗？然后这个方向我们还有一个小的花苞可以呢把小花苞也给它加一加，把这个菊花的分布先给它分布好。盛开一点的小花苞不是那种完全包起来的，即将盛开的这种。有些花瓣已经张开了。这个是一个小花苞，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上画，这儿还有一个小花苞是吗？一看这小花苞就是要朝上的可以呢让它有所朝向性。看一看它有一个分布或者先画上面这个，下面这个小花苞可以稍后再画它。先画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个花朵是比较重要的，先把这个花我们给它加上。像这个小花苞，如果说感觉画面有点满了有时候呢我们可以忽略它，这也是起小稿之后是可以进行一些适当修改的，在创作过程中会一边感受画面，一边呢去调整它。用笔要灵活一点因为菊花嘛，大家记住，它的品种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呢，不用去想着说我到底是画的哪个品种，而是说呢，根据我们课上讲的规律，所有的花瓣都是向心的，对吧？所有的花瓣都是朝向心的。然后呢，这些花瓣与花瓣之间有这种凹凸变化，只要把这一点把控住之后，至于你怎么画至于你画成什么样子，基本上呢都是没有问题的，至少都是没有错误的。那么基于这些没有错误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呢再把画画得更加漂亮一点根据自己的一些审美，根据自己的一些对生活的观察是吗？然后把它再画得漂亮一点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我们也加上一些花这边加什么花呢？和下面那个花可以做一个呼应。比方说我们可以让它朝上这是花瓣。用笔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外面比较粗，中间比较细。越往外面长，这花瓣呢也可以略微的长一点，大一点。用笔的时候不要描要很自然的去画它，中锋也行，侧锋也可，自然而然的去刻画它。
这是一朵花，然后呢，凹凸变化给它丰富一些。这是一朵朝上的，这个是一个已经盛开的。那上面我们不是还有一朵花吗？这朵花啊，咱们可以画成这个没有完全盛开的，就这花啊，还有一些包起来的感觉，花蕊啊被藏在这个花瓣的中间了。有些花呢盛开了，有些花啊还是包在一起的状态，就是说也是刻意在寻找变化。一朵开的，这边呢咱就画一个没那么开的太全的。对吧？这样去画它，那么你包括它的花心啊，在这个地方可以简单的加一加，不加也行。哎，这儿还有一个小花苞是吗？这个小花苞我们还画吗？小花苞的话，我们进行整体的一个画面的布局啊。我们看一看，现在的话呢，看到画面当中，其实呢是这个地方确实比较空，是不是？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也给它加上一朵花。加花的时候呢，注意不要让它太齐，可以让它稍微高一点，在这个地方稍微让它高一点的地方画这朵花。就是在画面当中，像这些稍微大点作品呢，我们尽量就是说，找到更多的变化性啊，不要让它平，不要让它平行。但是有些地方啊，因为尺寸比较大嘛，自然而然的有些地方它会不可避免的会画的比较平啊。但是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呢，尽量避免开，能避免的咱就避免开，避免不掉的，有时候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也是可以的，就是尽量去避免它啊，心中要有这么一个概念。中国画嘛，讲究的就是一个变化啊。因为中国画的一些哲理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国学得来的，像阴阳的变化，那阴阳的变化就包含很多啊，高低也算阴阳，聚散也算阴阳啊，方向感不同也算阴阳变化，那它包罗万象的。世界有时候呢，在咱中国传统哲学当中呢，世界都是为阴阳所化嘛，咱画画也是呢，可以运用这些哲理啊去进行绘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叶子，包括呢这个枝干的一些穿插以及画法了。那么叶子和枝干呢有两种选择嘛，一种是画成墨色的啊，一种呢是画成这个绿色的啊，或者是画成一些偏橘黄的啊，偏那个干枯的感觉也行。那我们今天呢就画一个偏绿色的吧，啊，也是比较漂亮、比较好看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颜色里面呢加一些颜色。绿色的叶子呢，通常我们会用到藤黄，还有花青。主要是这两种颜色，然后呢，有些局部那可能也会用到一些，比方说这个胭脂颜色呀，是吧？也可以用到少量的胭脂，是给它画第二层次的时候，可以用到少量胭脂颜色。画的时候呢，也可以先从前面往后面去推啊，先从前景，先从下面的部分往上面去推。那怎么推呢？比方说这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局部啊，那这个局部我们枝干怎么分布的呀？是吗？枝干的话也是这样分布的，让它从这儿长出来的啊，而不是说从底下长，让它一个从侧面长出来好多菊花的感觉啊，它带有一定的方向性，一定的趋势性。那我们画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参考我们这个小稿子啊去进行绘画。然后这个绿色的话呢，最好我们画的时候啊，让它花青多一点啊，藤黄少一点。藤黄太多啊，显得这个颜色有点发菜了。咱们让它藤黄少，看藤黄调一点点就够了。然后呢，笔尖上啊，主要以花青为主。
笔肚藤黄，笔尖花青，花青多，藤黄少。哎，这样调出来颜色会显得更加透亮。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先调好这颜色之后啊，先把它的枝干啊，给它大大的感觉给它勾勒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勾勒它，从这儿转过来一根，大体上我们先划一下就行啊，不用画太具体，不用用特别实的线条去画，看虚虚的线条是吗？行笔速度也比较快啊，然后虚虚的线条去画它。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大形只是在定一个大形而已，并没有把它真正的刻画的非常细腻啊。大体上我们知道，哎，是这么个意思，它怎么走的就行，这个并不需要画的太实呢。然后呢，一会儿啊，我们再去添加它的一些真正的一些内容，就是叶子嘛，叶子是最主要的嘛，啊，枝干只是代表着它的一个大走向啊，哎，把它大走向给它进行绘画，进行刻画。刻画完这些之后呢，我们开始给它加叶子，看大体上枝干就这样走的。然后呢，这些叶子啊，我们也大体上给它出了一些小的这个叶脉，是吧？就可以了。开始刻画叶子，叶子画的时候呢，你像尺寸稍大的要更加注重它的层次感了。层次感呢，就是第一层可以适当让它重一点，第二层啊适当让它浅一点。那第一层呢，我们就可以啊，笔尖上多调花青，对不对？笔尖上多调点花青，也可以呢，在这颜色当中啊，笔尖上呢少量加点墨，不要加太多，加墨一定要少。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进行刻画了。比方说这个地方，我们来上这样一组花朵的周围可以来上一组，一朵、2片叶子、3片叶子，对不对？4片叶子、5片叶子。哎，有时候啊，这个大尺寸作品可以让它怎么样呢？这叶子啊，就不用完全按照我们之前讲的5笔画叶法了，因为有些地方被挡住了，是吗？你看，像这个地方的叶子，画不够5笔，只能画够3笔，另外2笔啊被花给挡住了。那这种状态下，我们就可以忽略，就可以省掉嘛。大家画的时候、学的时候要自然一点啊，不是说必须要画成5片咱才能完事儿。哎，这种复杂的作品啊，有时候呢是不用画5片的，有些地方会被挡住。这个地方就没有挡住嘛？看1笔，哎，2笔，哎，3笔、4笔、5笔，对不对？把它结构就可以画出来。那有些地方挡住的，咱就可以忽略它了。可以偷懒是吧？画画的时候可以偷懒，有时候适当的偷懒，画面效果反而会更漂亮。哎，像这个地方我们来画一下啊，先画第一层的叶子，从这儿我们可以再长一片叶子出来。哎，1、2、3、4、5，哎，注意啊，看中间这个地方呢要断开啊，花在前，叶子在后啊，毕竟嘛，花它是作为补景存在的。这个地方呢再来上一片，这个地方啊也是一样被挡住了嘛，只画了4笔，另一笔呢挡住了，它也是一个稍微侧面一点的叶子，把这些变化给它画出来啊，这些都是上面的叶子，这儿呢我们也来上一片，也是一样，不用把它画全啊，有些啊被花给挡住了，就可以忽略它，省略不画了。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哪儿呢？像这些地方啊，小稿子我们画到现在基本上就可以，不用了先啊。画叶子嘛，是根据现在的一个画面情况去画的。还有哪儿呢？比方在前面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画上一些叶子啊，菊花的上面，给加上一些。要避开这个花啊，叶子在后面，要体现出这个层次感。上面的话，这儿还有一小组是吧？看小组的叶子，我们就可以表现出来了，因为上面都能看到是吧？哎，这是一小组，这儿呢还有一小组，看1、2、3、4、5是吗？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按照之前讲过的5笔画叶法，叶子比较长是吗？哎，这是一片叶子啊，注意。还有一定的层次感。
加一加。给它加上。那么继续往下画啊，再往下画的话呢，下边也是一样。这边看一下啊，也给它加上啊。花与花之间也用这个叶子呢，也给它加一加。看花朵与花朵之间，它会透露着一些缝隙，缝隙当中会有一些叶子啊，也给它呢给它加上。像这些地方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叶子，是不是？加上一些小叶子这枝干上。然后呢，这儿垂下来一个什么呀？垂下来一个，我是想把它垂下来一个这个菊花的啊。那么之前没画，现在呢可以一边画一边给它进行调整。这个地方我觉得加上一个小花苞啊，会更加生动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一个小的花苞啊，给它丰富一下画面是吗？正好从这儿顶上一个小花苞，上面都是盛开的啊。这小花苞呢被压弯了啊，压成这种状态了啊，就是给画面增加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可能会有所感受啊。我调颜色并不是把它调得很匀，而是说呢一边调啊一边这个画。这样调色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就像这些地方颜色发蓝，这些地方颜色就稍微有点发黄了，是吗？这个也不是我刻意去这样表现的，而是说呢很自然去画出来的。就是调色的时候嘛。不一定颜色调得非常准它就好，有时候颜色呢调的稍微有所偏颇啊，稍微让它黄一点，稍微让它蓝一点，它会产生这种变化。如果说调的颜色都一样了，全部调成这种，那画面是不是有点平啊？这个也是我们在画大画的时候也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大家画的时候不要刻意去调某一种颜色，而是说呢要很自然的去画它，大的方向不变就行。看绿色的叶子没有问题，那么呢整体的颜色发蓝，这些够了就没有问题。那么第二层怎么画？这是第一层叶子，第二层叶子呢还可以继续丰富画面。第二层叶子啊就可以让它花青少，藤黄多。让这个颜色稍微的发黄一些，发黄之后呢，甚至笔尖上我们还可以调上一点点的赭石颜色，开始画第二层。第二层看现在画第二层有没有发现？这颜色发生变化了，差距就更大了，对不对？颜色更加黄了，是吗？颜色变化就更加丰富了啊。第二层画在什么位置啊？就是给画面增加层次感。想画在哪儿就画在哪儿。第二层。画的位置呢，大体上有一个思路，什么思路呢？找到稀疏变化，让密的地方更加密，稀疏的地方呢更加稀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找到画面的一个凹凸感，看有些地方凹进去，有些地方凸出来，找到画面的凹凸变化。藤黄花青藤黄多花青少，就让它找到这些变化再往上面去找的话，这儿我们也可以加上一个。感觉凹凸变化不明显，咱就给它加上一个凹凸变化呗。这就是我们艺术化的加工真实生活当中，它叶子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们在这幅作品当中对吧？怎么去表现出它层次感不能全画的一样通过颜色的变化这种表现这种层次感对吧？那这边下边部分我们就画完了，继续我们画上面部分。上面部分也是一样的，上面部分看也是一样的。通过这样一个绘画，先让它找到这个枝干的位置。枝干怎么画呢？还是和下面的部分一样大家可以重复下面的内容了，是吗？从这儿看一看从这儿垂下来一个小的枝干。用笔也要发虚一点灵活一点，不要画太生硬。最后呢，我们再去调整这个枝干就行。大概上我们像兰花叶子一样进行一些穿插，是吗？不要画的平行线，要有一定的穿插感觉，有一定穿插感，这样出来效果才好看。之后呢，继续画叶子呗。
把它的叶子给它大体上也给它定一下，这儿是一组，到时候呢这儿有一组是吗？这边我们也加上一组这边也加上一组，这边呢对吧也加上一组，也就是大体上我们先定一定位置就行。具体去刻画的时候呢，咱们还要一边画一边想。好，大概这样定一定之后，我们开始画藤黄花青对吧？第一层嘛，花青颜色多一点。哪个地方画的最重呢？靠近主要的花朵的周围颜色呢，往往我们画的最重，也是一样，1、2、3、4、5是吧？这样轻轻一带，1、2、3，被挡住了，可以不画了。1、2、3、4，中间呢也给它填补它一下这边呢我们也是一样，看看画在哪儿呢？这儿来上一组，叶子要有前后看花在前，叶子在后，要交代清楚不要喧宾夺主了喧宾夺主就不行了。画的很随呀，画这叶子呢，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用笔是非常灵活的。只不过呢，在运用咱们之前学过的那些五笔画叶法而已。但是真正去刻画的时候，刻画起来是非常灵活的，用笔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各个方向都可以用。大体上跟随这个枝干就行。看这个枝儿从这儿长出来的，这个叶子从这儿长出来的大概呢，我们根据之前进行一个布局的，根据之前布局的这个方向去进行刻画就行。再往上去画，现在也是第一层嘛，第一层画完之后开始画第二层第二层就是颜色就发黄，水分呢也可以适当多一点藤黄花青藤黄多一点，对不对？花青少一点，然后呢也可以少量的加点赭石，在这当中呢开始画它第二层。就是增加画面的一个聚散增加画面的一个层次以及聚散感就行。好，那么画好现在之后呢，花我们还是白色的呢，是吗？先不要动花了最后再画花。现在呢，可以根据画面的一个节奏开始画它的叶脉叶脉怎么画？叶脉呢，咱既然是用颜色画的叶子嘛，所以说叶脉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趁着湿的时候去画，不要等它全干了再画叶脉，它一定会很难看。趁着湿的时候去画它的叶脉，可以找一根小楷毛笔，调浓墨，对不对？开始画它叶脉。画叶脉的时候呢，注意这个叶脉要有提暗变化呀，根据叶子的朝向去加上它的提暗。画叶脉很重要，因为尺寸稍微大一点的作品呢，它的叶子朝向很重要。围绕这个花围绕枝干去画它的叶脉，包括有些地方它这个枝干盖不住怎么办通过叶脉去给它压一压，去给它盖一盖。这个地方叶脉从哪儿长叶脉可以从这儿长，因为这儿有一个枝干嘛，也可以从这儿长，是吧？那我们尽量呢就让它从这儿长围绕花去画它。花朵是最主要的，枝干呢是第二重要的叶子呢是陪衬，红花嘛需要绿叶来衬托。看这个地方画出它叶脉用笔呢要灵活。用笔呢可以加上一些提暗变化，有些看这边两个，这边两个，中间就比较缝隙大，是吗？找到这种很自然的感觉，很自然的状态。还是那个问题，大家去画成幅作品之前呢，单独去练练，把这个叶子单独练练。勾叶脉呢，像写出来一样，很自然的去写，是吧？就像我们平常写字儿，不需要去思考。
不能说咱们要题字儿了，写自己名字了，还需要思考一下啊，我先动哪一笔，后动哪一笔，不要有那种负担，很自然的去画它就行。分开练，练完之后呢，像在画这些成幅作品的时候，咱们就很自然而然的去勾勒它就行，就像写字一样。所以说很多那个画论当中会听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写出来啊，画画要写出来，大家要理解性的去学啊，不是说你必须先学会书法才能学会画，而是说呢，这种感觉啊，要像写出来一样，要像写字一样，大胆去画，大胆落笔，不要犹豫。如果说有些地方一犹豫啊，有时候呢就画不好了。看这个地方怎么办啊？这个地方的叶子，我们就让它长在枝干上了呀，对吧？那它和花就没什么关系了，它主要是围绕叶子长的，包括我们叶子走向也是围绕这个枝干长的，所以说呢，围绕这个枝干去画就可以了。那么靠近花的地方呢，我们就让它围绕着花，看这个地方，让它朝向花去长这个叶脉嘛，叶脉的朝向很重要。大家也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画叶脉的节奏感啊。你像其实我们学习梅兰竹菊也是非常重要的。把菊花啊学完了之后，你看菊花叶子啊，当你画会了之后，练会了之后，后期我们画葡萄、画牡丹，那都是可以应用得上的。包括这些叶脉的一些处理手法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啊，咱们学习国画，它是有一定捷径的。不要说一上来之后就学那些最复杂的啊，那你是学不明白的，练起来呢也是很吃力的。我们学的时候呢，最好是按部就班的，把简单的先学会，把基础的梅兰竹菊先学会，练得很扎实了，基本功啊扎实到位之后，再画一些其他题材，就变得简单多了。很多道理呢，在咱国画作品，国画的一些处理手法当中都是互通的啊，都是有相通性的。好，那我们再往上去画它。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画呢？看一会儿再画它。看写上去啊，行笔速度不要太慢，也不要太快。注意啊，我之所以画的比较快，是因为呢，我这个用笔非常娴熟了，非常熟练了，每一笔画当中都有提案。大家呢可以根据你的画面情况啊，对吧，进行处理。你说我有些地方我行笔速度太快了，那么你就慢一点啊。有些同学呢，就是行笔速度太慢，那你就适当快一点，要找到一个适中的度啊。什么是太慢呢？啊，我简单来试一下，就太慢的话，它就会晕开。比方说这个地方太慢的话，它就会晕得太开啊，毛茸茸的，全是毛茸茸的，那证明你的行笔速度太慢了。如果说行笔速度太快，全是飞白啊，或者是呢，全是怎么样，全是没有粗细的变化的，那证明你行笔速度可能太快了，要保持住一个，把握住一个度啊，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自己呢可以对画面呢进行一个分析啊，自己呢研究自己的问题是吗？其实学画画有时候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的作品，达到自己最满意啊，很难。就是说呢。当你一幅作品，你说哎呦这幅作品真漂亮，那么证明你那幅作品真的是用心去画了，并且说画出来的作品啊是符合你自己的一个审美的，那样作品一定要好好留下来。但是达到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其实呢，很少，那种情况很少。自己呢不断的进行自我反思是吧？啊，自我分析问题，这样也是咱学画的时候啊，一个心路的一个经历，因为最终嘛，大家都要面对这一步，每个人呢，我们都有不同的思想，都有不同的绘画情感，
所以说呢，咱们学画的时候啊，不能按部就班啊，这个完全照抄啊，不能，比方说学齐白石就跟齐白石画的一样了啊，齐白石和齐白石的思想变得一模一样，那就缺少了艺术性嘛，那个就是描摹，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学习呢，慢慢的一定要形成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审美，把自己的审美观点，把自己的绘画感觉给它画到画面当中去，这个呀，最终才能慢慢形成咱自己的风格，画起画来啊又简单，是吧？出来效果啊也漂亮。看我画画其实很随意啊，非常简单，是不是？大家画画也是一样，放松去画啊，局部练会了，然后呢，剩下来就是慢慢去刻画呗，不用想那么多，需要一个过程啊，当然需要大家一个过程。中间这个，你看这个枝干，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些调节了。有些枝干太细太弱，我们可以呢看顺势啊，就用剩下的这些颜色给它复勾一下，找补一下。有些地方你看这些枝干很稳啊，很那个有力量，那我们就不用调它了。就需要调的、需要加的，像这个枝干就太弱了，之前我们给它蹭上2笔，让它呀这个营养更充足一点，是吗？比如说，就给它画一画，这儿呢，我觉得还少那么一点东西，可以再加上一组小叶子，这也是一边画，我们就一边进行调节呗，加上一组小叶子，上面这儿加上一组小叶子，加上小叶子之后呢，给它呀再加上一些小的叶脉，就是不断的去退远去观察画面。好，那么继续呢，我们开始给花上颜色了，叶子都已经上完了是吗？叶子上完颜色之后啊，叶子它就有层次感了，是吧？之前看着叶子还是比较乱的，加完叶脉之后，大家会发现分出层次了。为什么分出层次了？第一，颜色有层次，有蓝的，有黄的。第二呢，叶脉有层次，叶脉啊，看这个叶脉是上面的，一看就是上面的；这个叶脉一看就是下面的，是吗？它叶脉线条与线条之间它是有穿插的，看这个前面的，这个怎么样？后面的。通过颜色的区分分出层次，通过叶脉的区分分出层次啊。画的时候大胆去画，然后呢细心收拾它。画叶脉就是在细心调整画面的，那么画完叶子，我就开始画这个花了呀。花怎么画呢？我们可以开始进行调颜色。花朵呢，我们看看啊，教大家一个什么颜色的呢？比方说，我们可以画上，看啊，这儿一朵啊，后面一朵，1、2、3、4、5、6、7、8、9，一共9朵花。那么我们可以画上它，比方说我们可以画上它这个。这朵花黄色的，这朵花黄色的，上面2朵黄色，然后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画成其他颜色，比方说可以画成紫色的或者画成白色的，对吧？或者画成紫色的，或者画成绿色的，绿色就不要画了，叶子画的绿色，对吧？红色的也行。那比方说呢，我们就画成这个偏紫色的这个红，可以呢调个颜色。可以加一个胭脂颜色，可以再来上一点太白颜色。我们可以进行画面的一个尝试啊。紫色呢，其实胭脂颜色就有点发紫的状态，我们所以说呢，可以直接用胭脂颜色去画它。它既是红也是紫，看这是胭脂颜色，就不要调其他颜色了。胭脂本身这个颜色是比较暗的，所以说呢，我们直接用胭脂去画它就行。找点墨成尖，笔尖上调胭脂，
笔肚上保持一定水分，开始画它啊。画的时候呢，先用淡淡的这个胭脂，然后呢进行染它啊，进行用这种点剁法是吗？把这颜色给它点上去。中间这儿啊颜色比较深啊，看周围的颜色呢，让它适当的怎么样？让它适当浅一点啊，不断的在笔尖上，实际上不断的在笔尖上呢加水分呢，让它周围浅一点啊，中间呢也浅一点，中间最亮嘛。最前面的也让它亮一点，哎，中间这儿让它深一点，这朵花也是一样，中间让它深一点，哎，周围呢让它不断的加水分，让它浅一点，让它形成这种变化。注意不要让它染出去太多。适当出去一点，晕出去一点是好事儿，但是晕出去太多也不行，要把控好一个度。有些地方让它自然的晕出去那么一点点，非常漂亮。看，但有一大部分像这些地方，尤其这些刻画呀和纸面啊对比明显的地方，就不要让它晕开了。晕得太开啊，那些地方就有点花了，不好看了。加强它的层次感，远处的。给它第二层的，给它加强。这是一朵紫色的，再往上面去看看，这个地方也可以画上一朵紫色的。一朵花上呢要有深浅变化，像这边这朵花呢，我们让它左上方啊紫色多一点，然后右边的话呢紫色少一点。就刚蘸完颜色，它的颜色是最重的，后画的这些颜色呢越来越浅，是吧？开始画的最重，后来画的越来越浅的，中间呢都可以给它用胭脂再提一提它，让它更重一点。好，重的地方看第一层、第二层是吗？给它简单的进行一个，这样一个点色的处理，让它深的地方更重一点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想让它再亮一点怎么办啊？你看上面这些地方啊，可以呢少量的加点太白颜色，不要加多啊，少量的加一点点。有些地方可以少量的给它点上一些太白，这个花瓣的尖上是吗？加上一点。这一步可以忽略啊，就是说看大家的一个程度、喜欢程度，想让它亮一点，就可以简单的加上那么几笔就行，不要加太多，加太多就不好看了。少量的加一些，中间这些地方最好是不要动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也把它加成紫色的吧。然后我们再往上面去画，上面的话呢，像菊花，我们可以画成黄颜色的。那这个黄颜色一定要把笔涮干净啊，要把毛笔涮干净，因为这个黄色我们需要特别亮的那种黄啊，甚至说有点发红的黄色，因为叶子是绿色，对吧？并且有些叶子发黄，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要求的这个黄颜色必须要更加清纯一点，并且说呢，我们就不要再调赭石颜色了，而是说呢，把它呀加上一个朱标色，藤黄和朱标调一起。主要以藤黄为主，然后呢，笔尖上啊来一点点朱标。那画的时候呢，可以让它从这个
叶心往里面画啊，也是外围啊是黄的，然后呢叶心的地方，看有些地方是这个啊花心的地方，有些呢是偏红一点的，让它有一个颜色的变化。全是纯黄的也就显得单调了，让它有些花瓣啊比较红一点。哪个地方呢？看花瓣与花瓣的交界的地方，这些地方发红。再让它找到什么变化呢？看这边是不是发红的？这边让它发黄啊，让它找到更多的变化性。该填补的给它填补一下。有些地方咱们还适当让它晕开一点，是吗？让它和这个叶子充分的融合一下。再往上面去也是一样的，藤黄颜色调上一点点的珠标颜色。给它进行一些染色处理，中间这给它染一染啊，有些地方不要染出去。这个看交界的地方可以稍微让它染出去一点，晕开一点没问题。但周围的话呢，尽量啊不要让它染出去。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张菊花作品呢，画到这儿就接近围成了，就已经完成了，是吗？那么还可以呢，给它加上一些篱笆啊，加篱笆的话呢，就可以啊，用墨色去压了，因为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非常漂亮的颜色，那可以呢加上一些墨色啊，给它丰富画面。可以找到点墨成金，然后呢调墨色啊，去画它，调稍微浓一点的墨色。画主杆，主杆的画法呢有两种啊，当然也不一定画的主杆，画的是可以是那个小木桩是吗？小木头啊围成的篱笆，那么从上往下我们就开始画它就行了。那么并不需要直接从上面画，因为它中间要断开，所以说呢大体上就画上一些就行。哎，用笔的时候很自然啊，不需要画的太刻意，很自然的去画它。就是说像兰花的穿插一样是吗？所以说学会兰花之后嘛，后期啊画啥都能用上，哪怕是画篱笆都能用上，自然而然的去刻画它就行。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看用笔的时候啊自然一点。从后面这小篱笆从后面就穿过去了，从哪儿穿过去呢？看从这儿穿过去，哎，从这儿中间这些地方穿过去，这儿呢再来上一个小篱笆，就是说呢让它连接起来啊，虽然离得很远，但是呢也要有一个趋势，哎，是连接过去的是吗？是穿过去的，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从上面穿到哪儿去啊？从上面穿到这儿是吗？穿到这儿之后，穿到这个地方，然后呢这儿咱再横上一条篱笆。上面也要有一条横线啊，连接篱笆的地方。
然后呢，像这些地方穿过去了嘛，有些地方可以忽略啊，挡住了嘛，就可以忽略它。这边也是一样，从下面穿上去，从哪儿穿过去啊？比方说从这儿穿过来一根，对，连接上一些小篱笆。这儿呢，下方还有一根，从这儿穿上去，穿上去之后，又从这儿穿上去，是吧？就是说，这个把这篱笆呀给它加一加，给它画一画。好，那么基本上画到现在嘛就可以了，这个画面。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篱笆的顶端上画上2只小鸟，增加上它的一个画面的一个情调感，增加画面的一个有趣性。可以画上小麻雀啊。那么小麻雀的画法呢，我们在课程当中都是有单独讲到啊。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来画，可以用点墨成金，调一个淡墨。大家可以先感受一下小麻雀的画法，调一个淡墨，然后呢，画出小麻雀的小肚皮，看让它站在哪个地方啊？站在这儿，那小肚皮呢就是这样画它啊，这个地方小肚皮，1到2笔画出小肚皮，然后呢，小麻雀的大感觉就已经出现了。接下来啊，就是调赭石颜色啊，赭石加墨，调成小麻雀的身体的颜色。看看那小麻雀头部朝哪个方向，比方说它头部朝这个方向，那么我们这个头部啊，看直接按下去一笔就可以了啊。这边呢是它的小翅膀，对不对啊？这是一只小麻雀，它的小尾巴从这儿穿过去啊。然后第2只小麻雀呢怎么办呀？第2只小麻雀我们可以让它飞着啊，可以让它呢朝这个方向飞，一个头部，2个呢翅膀。继续呢，开始刻画它的细节，找根小楷毛笔，调浓墨，画出小麻雀的嘴巴。这是它的小小的嘴巴。还有一个小舌头是吗？嘴巴上面是它的眼睛，这个地方呢是它的一些这个脖梗处的小绒毛，翅膀上有它的翅尖。用笔的时候呢，注意啊，不要晕开，是不是？要把控好水分。这个是它的小爪子，小爪子站在这个小木桩上了是吗？小篱笆上了，这就是一只小麻雀。这边呢也是一样的，看。用笔的时候，看嘴巴呀，用笔的时候按下去提起来，要有一定的提按变化。张着嘴巴，好像在说话的这2只。眼睛给它点上。然后呢，下面就是它的翅尖，长长的翅尖。还有就是它的尾巴。翅尖上面是它的小的翅斑，这儿有一个小小的腮斑，再往后面一带啊，就是它的小身体、小爪子，给它加上啊。大家可以先感受一下，先单独练2小麻雀。如果画不好，这幅作品当中啊，大家如果说还没练过小麻雀呢，是吗？你还没有单独练过小麻雀，可以先不加呢。等后面小麻雀练好了再去往上加啊，不要因为画面2只小麻雀把整体画面破坏掉了。如果说不画小麻雀呢，可以把这儿这个篱笆啊给它忽略掉，给它省略掉也行啊。如果说加上篱笆了，上面站只小麻雀，显得非常非常生动。这个看大家的一个情况啊，不一定非要说不会画呢也硬画是吗？那最后可能破坏整体画面效果了。挑一个藤黄珠标，给它点上它的嘴巴，小舌头是吗？给它点一点。
这样一张作品呢，我们就可以完成了呀。然后我们可以给它提个字啊，提字呢，我们就提在右上方就行啊，可以提个秋韵。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再把印章给它扣上。这张作品呢，我们就完成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效果。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后画面完成的一个效果。大家呢可以根据这节课这个小稿子，可以进行多的创作，包括小麻雀画不好的情况下呢，可以先忽略掉，后期把小麻雀单独练好之后我们再去添加。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